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刀塔二星球决战》视频啊！咱们今天来讲宙斯啊，这个英雄也是做了一辈子的法师啊，然后在这个版本终于是变得可以物法双修啊，变成可以 A 人，光明正大的 A 人了。现在物理宙斯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打法了。今天咱就通过这期视频详细的讲一下宙斯这个英雄的全面的理解。刀塔二出现卡顿，延迟高，推荐使用藤油加速器，时长可暂停，加速延迟低，热门游戏均支持加速国服，可免费使用，充值划算68，相当于开了张年卡。右下角输入 CDK 蔡国强，有53小时体验时长。好的，来咱们来看一下，宙斯是一个远程的智力英雄啊，这个攻击距离比较近啊，只有380码，380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哎，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跟近战其实差不多了，对吧？攻击距离很近，然后初始的属性59点攻击力不错啊，这个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远程初始59啊，很高了。3点的护甲，315的移速非常快啊。然后2.1、1.2、3.3成长略拉，哎，有点拉，但是这个基础的面板还真的不错，攻击力挺高的。如果再配合一些属性，其实用普通攻击在1级补刀的时候还是非常方便的啊。来看技能，毕竟主要是一个法师，一技能连锁闪电，哎，就踢这么连锁连过去。他现在这个版本的连锁闪电跟过去基本上差不多，不过多了一个附加的当前生命值的百分比伤害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在老版本里面，纯法系宙斯打到后期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刮痧，哎，因为大家数值都很膨胀了嘛。在之前的版本，由于宙斯的输出一直都是一个固定伤害，所以导致打到后期确实感觉输出不足啊。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回影闪电附加了一个满级附加6%啊的当前生命值，并且有个160的基础伤害。然后这个，所以就说现在在这个版本里面打到中后期了，光靠一技能啊，也是能打出不俗的输出的。而且在前几波这个伤害量，哎，这个伤害是很可观的，你看对吧？伤害很可观的，肉眼可见的输出高，哎。然后这个技能能弹15下嘛，对吧？满级能弹15下，所以它是一个清线非常强力的手段，不管是你用来打钱也好，还是团战输出也好，尤其是可以针对一些幻象系和召唤系的英雄，哎，像什么幻影长矛手啊，这种英雄其实挺烦宙斯的。你再多幻象都可以被这个电全部电一遍啊，然后那个压血量压的还是很快的，所以说宙斯，在这个版本你打物理流的宙斯，其实对于幻象系的英雄克制很大啊，因此。你可以拿它来克制幻象系的英雄啊，很多新手都问怎么样打幻象长矛手，宙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如今版本里面。好，这个技能没有什么多说的，就是说是它可以一直弹啊，弹15下，高伤害，短 CD 1.6秒，附加当前6%的一个纯伤害技能，没有任何的其他特效，好吧？来二技能雷击啊，这个技能是这样子的，首先咱们先看一个效果，我这个鼠标并没有点的剑圣，对吧？咱们 P 下去，哎，你看 P 到剑圣，它其实现在是有一个搜寻范围的啊，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它都可以自动的去攻击范围内的英雄，你不需要点到它，并且它是可以附加一个真实视域的真实视域。比如现在剑上插了一个眼，明显是看不见的嘛，对不对？但咱们雷击一劈，哎，就能获得一个短暂的反引时间，而且它还是可以开视野的。就比如说咱们跳下来看，这个是没有视野的黑的嘛，对不对？哎，你看是可以获得视野的，而且这个高空视野非常非常的宽广，持续时间很长啊，一大片都是亮的，所以就说是。它这个技能是功能性更突出一些，一技能是纯输出，二技能是功能性更多一些。比如说，敌人在树林里面，我怀疑有人劈一下，哎，对吧？看一下有没有人，或者说路过了那种敌方要插眼的必经之地，哎，路过了劈一下，看看有没有眼过来反眼。啊，上高低地了，有那种地形差的坡，先劈一下再往上走，养成习惯。因为咱们刚才看了，先劈一下，这个给的视野是相当之大的，对吧？你看这么大的视野，然后给这么长的时间，因此呢，可以用它来探路、反引、开视野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第二呢，就是说它有一定的打断效果，就比如这个剑圣 TP，然后咱们一个雷击，你看直接就打断了嘛，它是有一个眩晕的，虽然说很短，但是这个眩晕它是可以打断的，像什么谜团大呀、巫医大呀，都是可以靠这个雷击直接打断的，对吧？然后第三就是单体伤害嘛，单体伤害是350点单体伤害。然后6秒 CD， 这个伤害还不错啊，还行。然后呢，就没什么说的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它有一个自动搜寻，因此呢，当敌人跟你绕树林的时候，它在树林里面躲，你只要劈到一个大概的范围，对，你只要劈的，比如说我鼠标放这儿，劈到一个大概的范围内，
它只要这个范围内有它，就能直接打到，不需要精准的命中目标啊，这也是比较方便的一点。好，看一下那个这个三异能神圣一跳，效果是这样子的，就说是你可以往前跳跃一下，就是朝面向的方向，这个是面向啊，这个不是说你鼠标指的方向，是宙斯的面向。比如说现在宙斯面向这边，我鼠标放到它背后啊，它还是朝面向的方向跳的啊。然后这个跳的话，它是可以减速这个范围内的敌人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群兵在跑。哎，咱们一跳，对吧？可以减速它，然后要么是什么被追击的时候，这个很简单，对吧？就是我跑，敌人追我，然后我跳一下，哎，咱怎么让他多跑一点啊？好，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敌人追我，我跑，然后要被追上了，哎，我一跳。或者说我一跳，哎，你看这个时候敌人就被减速了，我就潇洒的跑掉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技能，并且这个技能是可以这个跨越地形的啊，你可以轻松跨越地形。所以说你在被敌人追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在中路正在打团战，你被抓了以后呢，不要耿直的这么跳直线，比如说我可以走到一个有高低地差的地方，哎，这么一跳，对方就绕不过来了啊，就是这种感觉嘛。并且你这么一跳，对方追你的话也会被减速啊，这是很厉害，而且附加一个小伤害，这个伤害主要是为了打断对方的跳刀嘛，对吧？有一个对方就跳不出来了，就这种，所以说这个技能很全面啊，既能帮宙斯逃生啊，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战场生存位移技能。第二的话就是追击，打出优势了，我们追着对方打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跳脸啊，在这个范围内它都是可以帮助你追击敌人，因为这个1.6秒80%减速，相当于敌人动不了。然后这个距离，你看他写了2个距离，这个描述很含糊，第一个距离500是它的跳跃距离，这个跳跃是固定的，你看这是我1级的跳跃距离，对吧？咱们再来看啊，升的满级啊，升的满级再升一级。啊，升到满级的跳跃距离，你看还是这么近，对吧？就是这个500是固定的，就是这是固定的距离。然后1级跟满级是一样，它的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1级是700，满级是1000，这个是搜寻范围。也就是说是满级之后，这个搜寻范围非常大，我可以站在很远很远的距离跳出来，然后就能电到这么大一个绿圈内的这个敌人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算是一个不错的保命技能吧，而且还会获得视野啊。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你滚蛋啊！啊，比如说我怀疑这儿有人。哎，你看一跳，哎，就直接能把人跳出来，跟2技能是一样的。啊，二技能一个 P 是能够获得一个顺畅的高空视野，对吧？范围非常大。然后这个呢也是一样的，搜寻附近这个范围内只要有敌人啊，只要电到他了，立刻就能够获得敌人的视野，并且能够看到他，哎，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技能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好了，然后再看大招。哎，大招也是能够开视野的，宙斯这个开视野是非常厉害的。首先它也是有反引的，你看。这个之前是被电出来了嘛，对吧？第二是全地图啊，全地图无视视野的一个对每一个敌人进行一个无差别打击。但是有几个细节，咱们来说一下。第一，说一下这个技能现在是附加最大生命值啊，这个1技能是附加当前生命值，这个是最大生命值。满级550点啊，然后附加10%的这么一个最大生命值伤害，所以说这个伤害量其实是相当可观的。不过，咱们插个假眼。不过，当对方如果是开雾了的话，比如说咱们给他买个雾，好，看不见了啊。你看，他是没有掉血的，看见没？然后咱们再来 P 一下，它是没有掉血的，且不会在小地图上显形。但是呢，这个雷是能劈下来的，说明什么？如果你说明这个技能是有很多种用法的，咱们先来一一说一下啊。就第一，咱们讲这么多，第一，打团战的时候，就是咱们分2种阶段。第一个是对线的时候，这个大招是可以用来 K 头的，没有任何问题。比如说你在中路到6了，你给队友发一下，哎，雷神之怒已就绪，对吧？你在上路或者下路的队友打起来了，你完全可以靠这个技能 K 头。这个1级的伤害就非常可观了，5%总生命值的附加，加上300点血的这么一个当前伤害，这么一个大招劈下来，很容易就把残血的 K 到了，这没有任何问题啊。记住对线可以 K 头，但是呢，一旦打团战了，就要注意几点。第一，我们在打团的时候，如果发现对方有一个大哥，有一个大哥在带线，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个大招一般是不省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抓这个大哥的话，第一，你可以用这个大招来开先手，或者说是跟我们的那个控制同步的打出来。它能做几点呢？第一，我可以看一下是否有人蹲这个大哥，是否有人蹲。如果有人蹲的话，这个雷一劈出来，发现这儿站了4个人，那么如果我们鲁莽的上去，很可能会被对方打一个完美的反手啊，甚至被打团灭，对不对？第二呢，我这个大招可以打断对方跳刀的，你就比如说斧王他是有跳刀很正常嘛，我一个雷劈下来，他这个跳刀是会打断的，所以
我们可以完美的克制一些，比如说对方是斧王打反手、牛头啊、潮汐啊这种依赖跳刀打反手的英雄，我团战的第一时间就要放这个大招，他们就没有办法跳上来了，只能怎么样走上来。这么一来的话，就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充足的一个反应时间，或者说给他大哥一个无法救援的时间。他大哥本来是会被反手救援救到的，但是就是由于我的大招第一时间放，或者说跟这个控制同步放，打断了对方的跳刀反手，所以说他大哥死了。不然的话，你不放这个，我们控制跳上去，斧王开刃甲一个吼3个，哇，跟你说直接爆炸了，对不对？这是这一点。然后最后呢，就是探雾，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如果你发现小地图上一个人都没有了，一个人都没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哥还要打钱，那怎么办？你没事了，放个大招。发现地图上是黑的，那立刻跑！我跟你说，那就是立刻跑，因为对方肯定是过来开雾抓你们来了，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大招的用法非常多啊，对线是可以 K 头，但是团战的时候，最好是先放开视野，或者说是先放打断跳刀。平常没事的时候，可以看对方是不是在打入山呀，或者说对方是不是开雾抓我们了呀，都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啊。这个大招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好，魔晶啊，魔晶是这个现在要讲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东西了，就是这个版本可以说是绝对的核心装啊，第一核心装。它首先它能够增加100攻击距离，刚才说了，这个宙斯的攻击距离很近，只有380，对吧？但是现在一出的话有480的攻击距离。第二呢，就是它的平 A 是附加连锁闪电的，并且这个连锁闪电虽然说能附加，但是只有50%的伤害啊，但是这已经很厉害了。这么一来的话，这个魔晶就相当于一个宙斯的打钱装和输出装了。在中期来说，宙斯其实打钱是有一点点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蓝不够用。就这么简单。虽然说这个智力成长还行，3.3啊，但是它这个90是一直放的。别看这个技能耗蓝小，但它一直放，那也吃不起这个消耗啊。但是有了这个魔晶之后，那就变得不一样了。过去比如说我得电4-5下，也就是说一下是90啊，5444459 450，对吧？你450点蓝过去，现在呢，我可以平 A 一下，电一下，平 A 一下，平 A 一下，可能就收完了，不行再补一下。我过去得电4-5下，现在什么电2下加3下平 A 就打完了，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在如今的版本有了魔晶之后，首先耗蓝量会降低非常的多，其次呢，这个弧形闪电跟这个魔晶配合打钱速度却快了很多耗蓝小了，打钱速度快了。第二呢，它由于有成长，也就是说是比如说我到后期攻速快了咱们有个这个反正就是攻速快了以后，对吧？然后我这个平 A 越收益就会越来越高再买个银月，对吧？平 A 收益越来越高，团战的时候光站撸平 A 就能打出很高的输出了。所以前中期靠它打钱，中后期靠它来打输出非常非常的厉害，并且幻象也是附加伤害的，也带附加伤害，只不过有20%，那么它也很厉害了。我出个分身斧就可以去带线了。2个分身斧一开，然后就跟那个谁，就跟小大家一样了。这2个幻象直接你就往线上一 A， 这两个小幻象就轻易的就能把一条线直接推到对方的2塔甚至高地上去这个带线速度很快，幻象带线本体打野于是乎宙斯又能推线又能打钱，又能给对方压力就非常的灵活方便。所以说这个霹雳之手基本上是现在这个版本必出的一个道具，而且是只要经济，就是时间一到有钱立刻出好 A 仗。A 仗是雷云，就是这个是非常经典的法系宙斯的一个标准装备嘛，就是老板出个雷云，对吧？然后能全地图释放，对这个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一个当前等级的这么一个雷击的伤害就是这么一个技能。不过它有血量，是会被打掉的就是这种感觉了。这个技能在如今的版本其实出的已经不多了，因为它第一 A 仗比较贵，4200，然后对于宙斯的输出其实没有质的变化。因为过去版本是喜欢大家出什么，就是什么那个慧光加法伤，然后出 A 仗加刷新球那么一套的这么一个纯法系。现在是走前期法系，中后期物理A 仗基本上是不怎么出的了，又贵，增加的输出有限，不像这种物理流的增伤是尤为明显的大概是这么一个全方位的理解吧。好了，接下来咱们说一下这个英雄的加点方式和这个天赋出装都是比较固定的，大家很简单，大家听完就会了首先就是主一，没有什么说的，一技能加弧形闪电用来补刀对线补刀压血量，因为你电兵的时候一定会弹到他的英雄所以说很好压兵的同时压血量。好，然后2技能学神圣一跳来保证你不会被 gank然后躲避危险。
三级是学火影闪电，我推荐4级的时候加一雷击，很多人喜欢加2级神圣一跳，但这个时候加雷击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反对方的高台眼的嘛，对吧？就对方在高台这儿插了真假眼，你一个雷击劈的这种位置，然后就可以把它点亮，然后就能够把它的眼反了。你可以靠一技能推线嘛，一技能推线很快，把它推到塔下，然后靠2技能去反眼啊，对方的视野都是黑的，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5级学火影闪电，6级学大招，然后之后就主一啊，主一负2，有大加大，最后再把这个神圣一跳点满，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加点方式啊。好，然后来说一下这个天赋，250生命跟神少一跳冷却加生命啊，因为其实宙斯这个版本打到中后期了，是要偏战撸人的，哎，属于那种魔剑士，哎，法和战士啊，那个生命对他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好，然后15级的话，神上一跳目标就是从电1个人变成电2个人了，和跳之后加30移速加这个，因为跳完之后你可以跑得更快，然后不管是追击敌人还是说逃跑，机动性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加这个啊，20级雷击眩晕就是从这个什么0.35秒眩晕变成0.85秒，我们并不靠2技能打伤害，然后一定是靠1技能，对吧？这个弧形闪电生命之伤害从6%变到12%，这个是质变啊。一定要点右侧。好，25级其实不是什么质变，150大招固定伤害，从这个什么550变的700啊。然后这个一般来说是出法系点的天赋，就是出刷新的那种啊，出个刷新球，然后叭2个大招，然后配合法系增伤的那个什么装备，非常非常痛啊。但是这个我推荐加这个范围型雷击，因为这个范围型雷击加的时候打团战经常能劈到很多人啊，而且这个技能收钱非常的爽，给你们看一眼啊，这个技能收钱。对吧？就说是推线收钱配合1技能，非常非常的爽。打到后期，这个右侧还是厉害一些。好了，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出装的话，其实前期它的出装也非常的固定啊。前期出门就是几个。这个就是把树枝拉满，就是然后买个吃树假眼就完事儿了啊，就完事儿了。然后呢，假眼一插，然后那个比如说先合个瓶子啊，这个没有什么说的，对吧？一个瓶子，这些破树枝呢，你可以合成个大魔棒、鞋子啊，就完事儿了。然后这个鞋子呢，这个鞋子你可以和秘法鞋，对吧？兑现的时候先买个王者之戒和秘法，就是秘法、魔棒、瓶子啊，就是标准的3件套。好，接下来呢就是有钱了直接出魔晶啊，有钱出魔晶，这个是必出的，一到时间必须买。那么之后买什么呢？就是第一，我喜欢出灵匣，因为我觉得这个道具非常非常的平滑，特别适合它。首先呢，属性加的好，2400块钱，对吧？加200生命，200魔法，7全属性，哎，然后这个呢，并且。你看它这个技能单体释放的时候，还会对敌人造成150点额外增伤啊，也就是说你这个1.6秒的这么一个短 CD 是永远都能触发灵匣，只要灵匣 CD 到了，你一定都能触发，对吧？算是一个永久的150点额外增伤，并且减速敌人，属性爆炸好，而且很便宜。我觉得作为一个过渡装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因为再往后宙斯就得出那个什么了，就得出物理装了，而且这个版本关键它这个。秘法鞋它不加蓝上限了，所以说是需要出一些能够增加蓝上限的道具，灵匣就很平滑适合啊。好，接下来呢就是出分身，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了，分身一开始可以打钱带线的，哎，对吧？就是咱们出个兵，我在中路有危险了，我直接一开分身，我往过一 A， 我就打钱去了。这两个带线这速度啊，真的就是你不用管了，这带线速度可太快了，他就一波兵瞬间就没了，你就直接 A 一会儿就 A 到对方塔下了，然后你就打野，对方只能被迫的去什么防守塔啊，这个分身可以就是说是完美的和这个魔晶有配合，可以去打钱嘛。然后之后呢，就是走个魔龙枪，哎，魔龙枪走大推推，哎，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是加100攻击距离，魔龙枪又加了150，这么一来的话，宙斯就变成了一个射程非常标准的远程了。咱们从380直接变成多少？变成630了，哇，630还不够格吗？630已经非常够格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宙斯的这个输出环境就变得非常棒了。OK， 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成型了。接下来就是咱们说的标准的，如果你是一个经常打就是所谓的射手或者说大哥位的英雄的玩家的话，你就明白蔡有强的咒语了啊，就是接下来呢。缺输出环境了，就补输出环境装备，因为这个时候大概就成型了，对吧？比如说对方的控制确实很多，有什么小牛啊，对吧？有什么潮汐啊、沙王啊这种法系伤害，加上技能控制非常多，那咱们补个 BKB 无可厚非，哎，对吧？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如果对面是有什么
白牛啊、蝙蝠啊这种单体控制啊，一直gank你的话，那补个林肯也没什么问题。其实 BKB 林肯这是老生常谈了，就是类似的团战保命装嘛，或者说是平常打游戏的保命装，缺生存了补生存。如果不缺这些生存呢，我觉得我的生存够格了，因为我有一个跳，哎，可以有个位移，对吧？这个大推推又有一个位移，哎，对吧？然后呢，分身斧还能躲一次技能之类的，哎，我觉得我的生存绝对够格了。那怎么办呢？咱就可以补输出了。输出是什么？银月之精，哎。因为它的攻速对于它的帮助来说简直太大了。有了银月之后，它只需要团战的时候开个这个东西，然后剩下这个输出你就不用管了，就瞬间就能把所有的人的血量一下子压下来。它的这个瞬间爆发简直是太高了。然后最后你就看情况补最后几件装备，反正就是银月加分身加大推推是它的3件标准的输出装，配合这个魔晶、BKB、林肯之类的保命装，看情况出，需要几件出几件。然后最后一件看情况补，就完事儿了。它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理解。好了，讲了非常清楚了。接下来咱们看下实战中这个宙斯是怎么玩的。